妈，我账户里的30万是不是你传给沈浩了？什么你的钱？我是你妈，拿你点钱还要经过你同意？那是我省吃俭用8年拿来付婚房首付的钱，你凭什么一声不吭全转给他？你弟弟谈了女朋友，人家姑娘说了，没有婚房就不结婚。你是他姐姐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打一辈子光棍？他没房子，就拿我的婚房去换。张磊那么爱你，少30万又不会不娶你，你跟他解释一下，让他们家先把首付垫上不就行了？沈浩结不了婚就是天塌了，我结不了婚就活该给他让路是吗？你一个当姐姐的怎么这么自私？把钱还给我。钱已经交定金了，退不了。退不了我就报警。你说什么？3天之内把30万一分不少的还给我，否则我亲自送沈浩去派出所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沈念小姐，我是顾夫人的私人律师。我不认识什么顾夫人，你打错了。您是顾家25年前失踪的女儿，您的出生日期、血型以及胎记都与我们掌握的资料吻合。老夫人寻找了您25年。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？相关资料已经发到您的手机。您是顾夫人5000万遗产的合法继承人。明天您可以来顾氏集团亲自确认。5000万，好，地址发我，我会亲自去。谁给你打的电话？卖保险的。有钱买保险，不如多帮衬帮衬你弟弟。首付的事儿不许告诉张磊，要是害你弟弟结不了婚，我跟你没完。在查清楚之前，绝不能让他们知道。你在哪儿？我和我妈都在售楼大厅等你。家里出了点事儿，我马上过去。张磊，首付的事出了点意外，你给我3天，我一定把钱追回来。追回来？拿什么追？从你那个宝贝弟弟手里抢吗？这件事是我妈自作主张，我已经说了，不还钱我就报警。你相信我？相信你。沈念，你真以为我陪你演了6年恩爱戏，是因为我爱你？我不过是看中你听话、省钱，还能自己拿出30万首付。现在钱没了，你连最后一点价值都没有了，我凭什么娶你？6年，你跟我在一起，就只是为了我的钱？不然呢？你还真把自己当千金小姐了？一个穷鬼，要家世没家世，身后还拖着一家子鸡血鬼。我儿子肯要你，已经是你祖上烧高香了。原本看在那30万的份上，哼，我们还能勉强让你进门。现在钱没了，你拿什么嫁进张家？所以只要我拿不出30万，这婚就不结了。对，沈念根本配不上我。好，那就别结了。沈念，离开我，还有谁会要你？这句话你最好记住。哟，终于肯回来了，正好家里人办事还缺一辆车，我给你算好了，首付6万，月供你帮他还3000就行。妈，那30万是我攒了8年的钱，你拿走这些还不够，还想让我给沈浩买车？死丫头，怎么还丢着不放了？你弟结婚是大事儿，你当姐姐的帮衬一下怎么了？那是我攒的嫁妆钱，今天本来要签合同的。嫁什么人嫁人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再说了，张磊要是真心喜欢你，没钱他也会娶你。那钱你什么时候还我？还？我养你25年，拿你30万怎么了？你吃我的，穿我的，你算算自己欠我多少？从我工作第1天起，工资卡就在你手里。沈浩上大学的学费，家里的开销哪一笔不是我出的？你是姐姐，养弟弟不是应该的吗？我是他姐姐，不是他的提款机。白眼狼，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，我当初就不该养你。姐，你回来了，谢谢啊！多亏你那30万，房子总算拿下了。房子你们已经买了？当然了，你一个外人问这么多干嘛？我的钱买的房，我倒成外人了？不就30万吗？等我以后有钱了再还你。什么时候？一家人算这么清楚，有必要吗？你拍这个干什么？留证据。3天后钱不到账，我就起诉。你敢毁你弟的婚事，我就让所有人看看你有多不孝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闹够了就出来，你弟买车还等着你交首付。
从今天起，我的钱、我的人生都和你们没有关系。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出了这个门，有本事永远别回来。正好都在，沈念，你家的事儿我不管，先把欠我们的钱还了。6年恋爱，吃饭、礼物、邮费，一共12万8。你确定要跟我算账？婚都不结了，当然要算清楚。你失业时，我替你交了10个月房租。你爸住院，8万押金是我垫的。你身上这套西装也是刷的我的卡。6年里，我一共转给你17万6，扣掉你说的12万8，你还欠我4万8。那些钱是你自愿花的，凭什么往回要？那你之前送我的东西是你自愿给的，现在又凭什么要回去？姐夫，这都是误会，等我姐情绪平复了，大家再好好沟通。谁要跟他沟通？连自己的物品都没安排妥当的人，我根本不想再有牵扯。张磊，6年感情我认栽，但从今天起，你和沈家一样，都别想再从我身上拿走1分钱。沈小姐，我是昨天联系您的周律师，顾夫人的遗嘱将在明早10点宣读。我会准时到。我们还查到一件事，您的养母王秀兰曾经是顾夫人家中的保姆。你说什么25年前，正是她从火灾安置点带走了您。他既然认识我的亲生母亲，为什么从来没告诉我？这也是我们想弄清楚的。火灾发生后，王秀兰突然辞职，带着您离开本市，从此失去联系。周律师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您说。我要知道当年火灾后发生的一切，还有王秀兰为什么明知我的身世，却把我藏了25年。好，明早10点，我在顾氏集团等您。这是顾夫人生前留下的。他一直在找我，从未停止。顾夫人的遗嘱写明，确认身份后，您将继承她名下5000万资产和念归堂的股权。王秀兰知道这份遗嘱吗？目前不知道。那就继续保密。您怀疑她？她藏了我的身世25年，现在让她知道，只会把真相也藏起来。亲缘鉴定最快今晚出结果。在此之前，不要惊动她。在我查清她为什么带走我又隐瞒至今之前，谁都不能让她知道。妈，还知道叫妈？昨晚死哪儿去了？住在同事家。闹够了就赶紧回来。你弟买车还差6万，销售说今天不交就没优惠了。我的30万已经给他买了房，我没钱。没钱不会借吗？你弟在小倩面前吹说婚宴要办28桌，差的5万你也一起想办法，别让他丢脸。买车6万，婚宴5万，一共11万。你弟结婚一辈子就一次，花你点钱怎么了？那我结婚呢？你连男人都留不住，还好意思跟你弟比？今晚回来，把你的工资卡和身份证带上，明天我跟你去银行贷款。好，我回去。您的身份确认了，您就是顾青兰女士失踪25年的女儿。明天开始，我们可以正式办理继承手续。消息能暂时保密吗？可以，但您为什么还要回沈家？王秀兰还不知道我已经确认身份，现在告诉她只会多生事端。可她还在逼您拿钱。我忍了25年，不差这几天。在继承手续完成前，顾家的事儿一个字都不要传出去。那沈家所要的钱呢？我不会再给，但也不会现在翻脸。我要让他们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任他们拿捏的沈念。妈，姐要是不肯贷款怎么办？他敢？可她昨晚都拖着箱子走了。她一个被退婚的女人，除了这个家还能去哪儿？身份证拿出来，先把字签了。11万，3年就还清了。这不是11万，是20万。婚宴5万，芈月去欧洲至少也要2万，还有我答应给小倩买钻戒的钱。这些钱也让我出。姐，你先垫着，等我以后发财了，双倍还你。你弟在亲家面前有面子，你这个姐姐脸上也有光。对了，我还答应给小倩2万8的改口费，听见没有？这个也记上。我每月工资只有8000，还完房租和生活费，拿什么还？哼，你不是还能贷款吗？实在不行，晚上再找份兼职。妈，跟他废什么话？明天直接带他去银行。哼。沈小姐，
这笔消费贷款需要您本人确认用途，并独立表达借款意愿。他愿意，钱是给他亲弟弟结婚用的。请家属暂时回避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他妈，有什么不能听的？沈小姐，您是否自愿申请20万元贷款？我不愿意。如果并非本人真实意愿，请不要签字。办好了吗？系统审核，要等通知。我就说你有正式工作，肯定能批。我说过，结婚什么都给你最好的。量力而行就好，别为了面子乱花钱。请问哪位付款？贷款还没下来。你信用卡不是还有额度吗？没有。不可能！把手机给我，我看看。怎么全冻结了？张磊退婚后，我怕他盗刷，昨晚打电话停了卡。那现在就解冻。银行说要3天。买戒指为什么要刷你姐姐的卡？一家人的钱分什么你我？婚房首付也是他帮忙出的。不是帮忙，那30万是他们没经过我同意，从我账户转走的。沈浩，你明明说首付是你工作攒下来的。我以后会还他，这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。沈浩，你一直在骗我。沈念，你非要把你弟的婚事搅黄才甘心吗？婚礼先暂停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说实话，我们再谈。继承文件已准备完毕，明早即可签署。沈浩，婚房首付到底是谁的钱？我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，她本来就答应帮我。我从来没有答应，钱是我妈趁我不知情从我账户转走的。沈浩，你还在骗我！等我们结婚，我肯定会还她的。你连工作都没有，拿什么还？小倩，男人先成家后立业很正常。沈念是姐姐，帮弟弟也是应该的。帮忙和擅自拿走是一回事吗？你非要当着外人毁你弟的婚事？毁掉婚事的不是我，是他的谎话。沈浩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小倩，现在你满意了？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你弟的婚事停了，那贷款更得赶紧办。我不会再帮你们。你害我被退婚，还敢不管？我没有让你撒谎，也没有让你拿我的钱。一家人分这么清，以后谁还敢要你？有没有人要我，都不需要你们操心。30万不还，我会走法律程序。沈小姐，请确认后签字。顾女士为您保留了念归堂的控股权及个人资产。他找了我20多年，我却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她留下过一句话：念念，妈妈好想你，妈妈一直在等你回来。沈小姐，我是念归堂运营总监陈燕，也是您母亲的学生。等您准备好，我会带您了解公司。我没有经营经验，没人天生会经营，我会帮你。继承手续完成前，您的身份和资产信息都会保密，绝对不能让王秀兰知道。您担心她继续索取？我更担心她知道我在查身世后，把25年前的真相藏得更深。30万元的证据已经齐全，需要现在发函吗？发。您已经继承资产，也可以选择不再追究。我追的是他们未经允许拿走我的钱，还认为理所当然。明白。这家人发什么律师函？王女士，撕毁副本不会改变送达事实。不就是30万吗？房子已经买了，我1分钱都没有。函件给出的期限是7日，你们也可以提出合理的分期方案。他现在有工作有工资，急着要这点钱干什么？这和我有没有钱无关。沈念，你翅膀硬了，还敢带律师回家吓唬我？我已经给过你们协商的机会。房子是我结婚用的，你把钱要走，我怎么办？那就去工作，自己还。我凭什么还？购房合同、付款凭证和转账记录可以证明钱款的实际用途。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，反正我没钱。沈念，你真要为了30万把你弟逼上绝路？婚礼已经暂停了，你还想让他在小倩面前一点脸都没有？他的面子，凭什么用我的钱买？都是因为你多嘴，小倩才知道。你骗他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会有今天。行，你不讲情分，那就让大家都来看看。沈念发律师函逼他弟卖婚房，你们都来评评理。秀兰，钱到底是不是没经过沈念同意转走的？要是自愿帮忙，为什么还需要发律师函？他们是否接受分期？没有，沈浩明确说1分钱不还。我已经记录，7日期限届满后再处理。这几天请保留他们所有回复，不必继续争吵。谢谢，沈念姐，钱的事对不起，
但我不是来替沈浩求情的。我知道，我只想确认他有没有答应还钱。没有。他跟我说，你发函只是吓唬人，过2天就会撤。我不会撤。明白了，我也该考虑清楚他是否真的值得托付。请你转告他，3天内拿出还款方案，否则这段婚约就到此为止。秀兰，你们拿了沈念钱的事儿，我们都知道了，我们可不敢借。她是姐姐，帮弟弟天经地义。现在她闹脾气，你也跟着落井下石。要真是自愿帮忙，她为什么发律师函？我姐就是见不得我结婚。你有手有脚，怎么不自己挣钱？小庆只给3天，我们先借5万，过阵子就还。得了吧，秀兰，你上次借的钱都没还，就当是借给沈浩的。他以后有成绩了，不会忘记你。他连工作都不肯找，我凭什么相信以后？沈念20岁就开始养家，你都23岁了，还在游手好闲。你不借算了，用不着教训我。我刚看过律师函，这钱谁拿的谁还。沈念这些年给家里转的钱还少吗？沈浩先找工作，比借钱靠谱。秀兰，你要真心解决，就先把沈念的钱还给人家。以前他们不是都说姐姐应该帮我吗？还不是那封律师函闹的。一家亲戚都靠不住，婚礼怎么办？把婚宴缩小一点，车先不买。我都跟小倩父母说好了，现在缩小，我脸往哪儿放？那你先出去找工作。婚礼这么多事儿，我哪有时间上班？你总不能结完婚还靠我和你姐养。以前你不是说姐姐工资高，帮我几年没问题吗？还款方案准备好了吗？亲戚已经答应借钱，明天肯定能解决。沈浩，最好没有再骗我。哪有亲戚答应？先拖过今天再说。一个谎还没圆上，你又撒一个。只要钱到手，谁还会追究我说过什么？家里真没钱了。婚房不是已经付了首付吗？拿房子去抵押。小倩家不会同意的，不让他知道不就行了？律师函还在，万一房子出了问题呢？那就让沈念撤函，他总不能真看着你没房结婚。没人借，我就抵押婚房。沈浩，你还想抵押用你姐的钱买来的房？你怎么来了？你说亲戚答应借钱，我打电话问了大姨，根本就没人借你们钱。小倩，沈浩也是为了婚礼，为了婚礼就可以继续撒谎？我只差一点周转，抵押后很快就能赎回来。你没有工作，拿什么赎？我姐有钱，她不会真的看我失去房子。到现在，你还在等她替你负责。第一，找工作；第二，向沈念道歉；第三，写清还款计划。我结个婚还得看她脸色，不是看她脸色，是归还不属于你的钱。你还没进门就开始帮外人教训自己男人。我只是不想嫁给一个靠谎话生活的人。钱已经进了房子，谁也拿不走。那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。你别冲动，沈念就是闹2天，等他气消了，自然会撤函。今天是最后期限，你不工作不还钱，我们就结束。都是沈念，要不是她，小倩根本不会知道。先别急，我再想办法。她现在连我的电话都不接，换我的手机打。他以前从来不敢这样。肯定是那个律师在背后教她。首批继承资金已经转入您的个人账户，这些都是我母亲一辈子留下的。您可以先处理居住问题，酒店不是长久之计。我想买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。这是您的决定，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。买房的资金来源会不会被沈家查到？个人资产信息不会向无关人员公开，只要手续合规，您不必担心。那就暂时继续保密。还有，念归堂的股权交接需要时间，陈燕建议您先了解品牌，不急着公开身份。好，先把自己的生活安顿下来。沈小姐，您之前看中的户型还在。这一次，我不用任何人替我做决定。沈小姐，您确定全款购买这套房？确定。好的，这是购房合同，您这边没问题的话，今天就能办理签约。好。沈念，你哪来的钱？还给我。全款？你早就有钱，为什么不拿出来帮我？这是我的钱。我是你亲弟弟，是不是弟弟都不能替我决定钱怎么花。销售，请把合同拿回来。先生，请不要影响客户签约。姐，只要你把这套房借给我们，小倩就不会退婚。你的事
与我无关。款项已经确认，这是房屋登记信息。从今天起，我有家了。沈念，你别后悔。房子真是他全款买的？合同我都拍下来了，他还说谁也别想住。你先跟着他，别让他跑了。他去物业拿钥匙了，我马上到。沈念突然有这么多钱，肯定藏了大秘密。沈念，开门，把钥匙给我。沈女士，这是门禁卡和钥匙，请您确认。家具可以慢慢添，今天开始这里就是您的家了。谢谢。姐，我们知道你在里面。需要我请他们离开吗？我先把话说清楚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是我的个人决定。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，不嫌浪费？正好沈浩要结婚，把房子过户给他。原来那套婚房可以卖了还你30万，这样大家都满意。不满意，我不会用自己的房替你们解决错误。我把你养大，你买房不写我的名字也就算了，连弟弟都不管。这些年我的工资交了多少，律师函里都有记录。亲情能用账本算吗？既然不能算，为什么私自拿我的钱？这里是我的家，请你们离开。2位不是登记住户，请不要影响业主。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撤函。不可能。他突然全款买房，钱一定来路不明。跟着他查清楚钱从哪儿来的。嗯。下周开始走访门店，地点比较分散，需要我安排车辆吗？不用，我自己解决。沈女士，这款车维护成本适中，后备箱也能放下衣架和样品箱。就按这款办理吧。现车需要准备，请您稍后。好。妈，他不光买了房，现在又要全款买车。你快去堵他，一定要问清钱从哪儿来。沈念，你买得起车，为什么不就我的婚事？你跟踪我。妈让我查你的钱从哪儿来，我倒想看看你还藏了多少。沈女士，手续已经办好。又是全款，你有这么多钱，给我买辆车怎么了？因为我没有义务。把我之前看的那辆也开票，他一起付。付款需要购车人本人同意。我不同意。沈念，我结婚没车，丢的是全家的脸，这点钱对你来说算什么？你现在住好的，开好的，却让我连婚都结不成。你结不成婚，是因为没有工作，还一直撒谎。这里有监控，我也在录像。沈女士，需要我们联系商场安保吗？暂时不用。你拿录像吓唬谁？不是吓唬，是留证。你现在眼里只有证据和钱，还有没有亲情？亲情不是你侵犯我财产的通行证。你再不让开，我就把视频交给律师。唐启是谁？他房车都是全款，肯定发横财了。他哪来这么多钱？又是那个周律师。要不去律所问？先别打草惊蛇。哼，我把他抚养长大，有了相关收益，本来就该优先考虑家里。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。就因为一段视频，你真要跟我退婚？不是因为视频，是我看清了你的虚伪和自私。我去找沈念要钱，还不是为了我们的婚礼？别拿我当借口。小倩，年轻人说几句气话就算了，婚礼都定了，怎么能说退就退？阿姨，我不是赌气。是不是沈念说了什么？她有钱买房买车，却见不得弟弟好。跟沈念没关系，是我不能把自己托付给沈浩这种人。妈，你别听他说的这么好听，他就是嫌我没钱。如果我只认钱，当初就不会答应陪你从头开始。我可以陪你吃苦，但不能嫁给一个做事没有底线的男人。你说谁？相关情况都已经按正规途径处理了，你该正视问题，不是冲我喊。礼物和婚礼预款能退的都退了。你把婚退了，我们沈家的损失谁负责？隐瞒造成的损失，不该让沈念和我填补。我替你问过3个岗位，肯踏实做，就能慢慢还钱。1个月几千块够干什么？只要沈念撤回律师函，我根本不用受这个罪。
婚约取消，以后你的债和谎话都与我无关。都怪沈念，要不是他追那30万，小倩不会知道这些。他既然不顾这个家，我们就让所有亲戚评评理。亲戚会帮我们吗？明天家宴，你把房车照片带上。妈，你想让他们逼沈念撤韩？他不听我的，总不能连长辈的话都不听。明晚都来家里吃饭。沈念发达以后不认家，我请大家替我主持公道。沈念不是这种孩子吧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天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看他还怎么躲。念念，一家人的事儿关起门来解决。律师函一发，沈家的脸往哪儿放？你妈把你养到这么大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所以今天叫我来，是给我定罪。念念，养育之恩不是钱能算的。律师函撤了吧？这样，律师函撤掉，钱算小浩借的，以后慢慢还。对，是借。我们什么时候说过不还？1个月前你说等他结完婚，半个月前你说这钱是我该给的，今天亲戚都在，就变成借了。知道你今天是来逼死我的，你不是要讨债吗？我这条命你拿去！秀兰，闹够没有？大哥，我没活路了，他这是要逼死我们母子啊！你们都问我，为什么不能放过他？可有谁问过我，我有没有活路？这是我准备结婚的钱，我的婚事也毁了。秀兰，你骗我们来给你撑腰，拿我们当枪使。大姐，我也是为了小浩，所以念念就活该被你扒干净。她一个女孩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秀兰，这律师函你们收的不冤。姐，你最疼小浩，你帮我劝劝念念。我疼的是晚辈，不是一个踩着姐姐吸血的人。秀兰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是委屈死念念，却舍不得小浩受一点苦。男孩女孩本来就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还是根本就不是你的。沈念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念念1岁之前，我们可都没见过他。小浩，走，咱们回家。妈，大姨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她不是我亲姐。闭嘴！房子的事，律师会找你们。至于我是谁的女儿，我会亲自查清楚。你查什么？我就是你妈。如果你说的是真话，你为什么怕我查？养育之恩我不会抹掉，但它也盖不住你做过的事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一样一样算清楚。念念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什么？我只知道这件事不能靠他一句话定真假。今晚谢谢各位。亲缘关系确认，顾青兰是你的生母。王秀兰知道吗？还需要继续查证。在证据完整之前，我不能先惊动她。对，她一旦销毁旧物或统一口径，后续会更难。全套原件留在事务所，继承手续继续。王秀兰那边也继续追查。好。顾老师走后，这里一直锁着。他在遗嘱里写明，这里的东西只交给女儿。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那里是什么？顾老师最后留下的作品。这是顾老师最后的作品，《归念》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归是盼女儿回来，念是你的名字。他还记得。顾老师不知道你长大后的尺寸，礼服拆了17次。交接会还有10分钟，各部门主管都在等你。把归念封存好，先带我去见他们。从今天起，沈念正式参与经营。他懂设计、面料还是供应链？都不懂。公司不是给你练手的，你凭什么接？我不越级签字，但所有真实问题我都要看到。轮岗从今天开始。 3个尺码都卡肩，衣服还要人迁就吗？这种投诉有多少？只是少数顾客不适合修身款。这不是少数，这款销量很好，总部说不用管。卖出去不是结束，顾客能穿才是。把售后记录发给我，同批次库存暂时别动。光看记录不够，老工坊能拆板查原因。现在就去。我想知道是设计问题，还是生产出了错？不能确定是设计还是生产问题。还需要什么？同批样衣和面料记录，
你不懂经纬缩水，说了也未必明白。那就请您教导我明白。沈小姐，出事了！同批新品集中退货，已经超过100件，还是件部问题。不止卡件，还有大量开线，顾客把视频发到网上了。同批库存全部封存，立即停售，所有退货一件都不许丢。现在样本够了，请您连夜查，我要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一环。我买你们家就是图质量，结果穿1次就开线，你们不认还怪我太胖，大家都来看看啊！念龟堂欺骗消费者，还人身攻击！您先别拍，我们一定处理。让他拍。结果还没出来，你现在承诺后面怎么收场？先把顾客的问题解决。这批衣服全部退换，费用我们承担。对不起，这一批有几百件，你张口全退，损失谁算？产品不合格，损失本来就该我们承担。结果确认，同批产品全部不合格。通知所有门店停售召回。召回停产再加违约，至少200万。你当公司是你家吗？那贺总想怎么办？门店正常退换，没投诉的先不动，订单照常做。明知道产品有问题还继续售卖，这是拿品牌的声誉做赌。那你告诉我，订单和员工工资怎么办？念龟堂走到今天靠的是口碑，品牌形象一旦毁掉，那才是公司的巨大损失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信誓旦旦，那我就给你3天时间。3天之内，如果你解决不了问题，你自动放弃股份继承权。继承权是顾总定下的，贺满，你无权干涉。好，我跟你赌。不过我也有条件，如果我解决了这次危机，你不能再阻挠我。成交？哼，我等你被赶出公司的那天。公司3年来只用1家面料商，一家断了，全线就停了。王总，沈小姐，后天之前看不到货，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我母亲在时有没有用过别的面料供应商？城南有个旧工坊，顾老师早年合作过，后来赫曼整合供应链就断了联系。带我去。3年前说换就换，现在缺货了想起我了？当年是念归明做的不对，我来道歉。顾总都不在了，你们的话我不信。我们今天来找您，就是不想我母亲的心血毁于一旦，按市场价上浮，现款结算。母亲，你是顾总的女儿？没错。进来验货，别砸了你妈的招牌。质量合格，可以用。今晚能发多少？只够第1批，剩下的最快也要后天才能做完。订单3天后交，这个速度来不及。我的人可以帮忙，但该给的1分不能少。放心，周叔，一切按照之前您和我母亲合作的标准来。倒有点你妈当年的风采。哎，都搭把手，今晚把第1车送出去。成了，马上开大货。等等，后腰怎么鼓起来了？新料明明没问题。坏的不是我的面料，是你们仓库领出来的辅料。继续做下去，做多少废多少。现在停，订单就真来不及了。库存辅料全部停用。沈总，客户后天就要验货，不能为了交差让大家白干1夜。带我去辅料仓。离交货只剩2天，你却把所有辅料都停了。这些辅料不能再用，可以挑出没受潮的，先把订单做完，同仓存放。谁敢保证哪一批没问题？那就重新采购。但事故没查清前，财务不会批第2笔货款，这是风控流程，不是我针对你。没钱采购，生产线就开不了，所以做决定之前得先想清楚后果。采购、财务都要他复核，那就换条路走。2天后交不了货，客户解约，谁负责？我建议恢复原方案，筛选现有辅料赶工，先保住订单，再处理仓库。不合格的东西1件也不能交。那你的替代方案呢？还在找？公司等不起你慢慢找。明天中午之前不能复产，董事会将暂停你的经营权限。可以。沈念，我劝你趁早放弃吧，别为了逞强毁掉你母亲留下的公司。我和你不一样。我联系了5家老工坊，料和设备都有，但他们不想再跟念龟堂打交道。我一家一家去谈。来不及，就算谈成，没有公司采购款也开不了工。品牌出现召回时，继承人可以启用应急质量基金，不走常规采购复核。你已经有计划了。
现在谁都不知道哪一步会再被卡住，先别声张。你就不怕他们说你绕过公司？资金交第三方监管，合同检测全部留痕。我去联系第三方检测。我跟周叔去建工房，今晚必须开工。你也联系过的供应商全都拒绝了。明天开董事会，他该把位置交出来了。5家一起做，明晚能完成第一批。后天验货，明天发布会。沈念，你拿什么交代？沈念，你还有方案吗？明天之前我会给结果。我看你是在拖延时间吧。贺董何必心急？明天不就知道结果了？好，明天交不了货，你知道结果。该我担的，我不躲。你们公司采购部说不认合同，沈老板，你不会是在骗我们吧？什么？你们公司到底谁说了算？合同盖了章，货款也在监管账户，不会少了大家的。你明天可能就被赶出公司，你拿什么保证？不管谁管理公司，钱都按合同支付。我不赌，少了这条线，今晚绝对做不完。除非4家放下订单，拆开工序一起做。我们的客户也在催。各位所有的损失我全部补偿，只要各位能帮念归长度过这次难关，以后我们可以建立长期合作，拜托各位了。沈老板，我跟你干！沈老板，你母亲在时从来没亏待过我们，我们信你这一次。多谢各位。照这个速度，天亮也做不完。我们各家的机器和做法不一样，硬凑在一起只会更慢。一家从头做到尾，当然来不及。不，我们要换种方式。周叔负责裁剪，另外3家分别缝制、整烫、包装，半成品来回送，哪一环断了，后面全得等。每批20件，做完立刻送下一家。整烫那边少了30件，可能来不及了。先交现有的，少一点客户未必发现。少1件也不行，绝不能失信。货齐了，但最终复检还没结束。货送到了，但客户临时要求全部开箱复陈，发布会时间到了。我先上台等结果。按计划播放。在展示新品前，我想先谈谈念归堂对质量的承诺。沈总，请解释一下这些照片。4家车间停产，却把订单交给小工坊，念归堂是在违规赶货吗？明知订单没验收还开发布会，是不是故意欺骗客户？这些工坊有生产资质吗？工坊合同和检测记录都完整，订单已经送达，正在做最后复检。也就是说，还没通过。各位看到的材料，我也是刚刚才拿到。沈念绕开原生产系统，把订单交给小工坊，现在又拿没有验收的货拖延发布会。如果验收不合格，你会辞职吗？该担的我不逃，但结果还没出。沈念，我代表公司董事立即暂停你的经营权限。贺董，在媒体面前争论只会让公司更难堪。他不走，公司才会更难堪。你会毁了公司的。我是在及时止损。订单全部复刊合格，我们正式签收。各位，念归台上一批产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，目前问题产品已全部召回退款。念归堂在此承诺各位消费者，以后每件产品都会公开生产和检测记录，也请广大群众监督。另外，今天我们还请来了一位特殊顾客。出事之后，沈总不仅亲自向我道歉，还特意收集意见改良了新款。你是他请来的，当然替他说话。我们消费者看重的就是品牌的质量和态度。沈总的处理方式我很满意，这一次我愿意再给念归章一个机会。贺董，你现在执意赶人，才是真的不顾公司。总算有惊无险。不过你什么时候联系的那个女顾客？昨晚。你不怕她再闹？怕，但我相信大家的努力。沈总，这箱没有编号，不知道是谁混进来的。这个图案怎么了？和我左肩的胎记一模一样。这是顾老师没完成的归念。您确定？这针法全公司只有顾老师一个人用，我绝不会认错。妈妈的遗作怎么会混在召回品里？没有编号，没有入库记录，像是被人随手塞进去的。我要查清楚这件衣服的来龙去脉。设计稿的位置是空的，只剩目录页。最关键的一页不在这里。
我刚调出顾老师生前的工作日志，他在最后半年做过3次合作伙伴访谈，全部有录音存档。访谈里有没有提到这页设计稿的去向？这里，顾老师问过一位老板师龟念的核心版型是否已归档，对方回答归档了，但后来贺董说要借取参考，我就给他了。贺曼借走的。录音时间是3年前，这位老板师叫钱师傅，退休后住在城西。明天去找他。顾老师那件龟念是他给女儿设计的，给女儿的。他说等女儿回来那天，要亲手把这件衣服交给她。核心那页图纸画的是贴合穿着者体型的结构，他按女儿小时候的比例推算了成年身形。钱师傅，那页图纸后来怎么到了贺曼手里？贺总说要归档复核，拿了借条来的。我想着他是公司高层，没多问就给了。资料室里是空的，那就是他根本没还，我当时就该多留个心眼。钱师傅，谢谢您，这件事我会处理。去了钱师傅家，倒是勤快。那是我母亲的设计稿，想要把龟念的设计审批交回专业委员会。这张图今天就归档。公司原稿本来就该归档，不该拿来谈条件。今天下班前不归还，我会以侵占公司资产正式追责。贺董，公司资产不是私人交易品。陈总监，我跟继承人谈事，你插什么嘴？贺董，我母亲的遗作不是你夺权的筹码，没有这页图，龟念永远是残品。母亲留下的不只是一张纸，是她的理念，我会自己复原。随你，我等你来求我。您上次说我母亲强调衣服要为人服务，具体是什么意思？好的设计是不挑人的，衣服上的每一寸都要让人穿上去觉得自己更好。这里呢，领口的弧度不是圆领，这样人会显得精神。所以我母亲追求的不是好看，是让穿的人更自信。要不换件黑的吧，我穿白色显胖。衣服是为人服务的，不合适我们改衣服。这真是我吗？衣服合身，人自然就舒展了。腰不勒，怎么还显得利落？顾老师为这个改了17版。妈，我会把它做完。怎么了？样衣照片20分钟前出现在竞品的设计群里，对方已经在准备发布，最迟明天。你看这领口，这腰线，连收剩方式都很相似。竞品的签约设计师许川发了视频，说你抄袭他的原始设计。沈念的龟念照搬了我的设计，我已经委托律师追责。先录屏公证，不跟他吵。照片3天前才泄露，对方今天就敢说原创，背后一定有人递东西。那就先把递东西的人找出来。访谈记录、草图扫描、修改日志，全部导出加密。试衣间的来访登记，这3天只有内部人员进出。上周他来过2次，每次都在试衣间附近等你。照片角度刚好是那个走廊拍的。我今晚去问他。创作记录已经封存，他们抢得走发布时间，抢不走真正的创作过程。一进门就摆脸色，你又想干什么？试衣间走廊这个角度拍的。我就随便拍着玩。贺曼给了你多少钱？不就是拍张照片吗？你别一回来就审犯人。2万，他说只是看看进度，不会怎么样的。2万块，你把我的设计、我的心血全卖了。他说不会出事，他说只是了解一下，我没想到会变成抄袭。他也是让人骗了，钱退回去不就行了？除了照片，还给了他什么？你的出差时间、客户名单，还有设计师临时访客证的照片。你卖掉的不只是一张照片，是公司里所有人的心血。我把钱还回去。钱能还，信任还得回来吗？你不是说不会出事吗？
你什么意思啊？明明是你让我做的。我问的是项目进度，是你主动把照片发给我，那2万块备注也是咨询费，把说明签了，我可以让公司按内部违规处理。我要是不签呢？那我就把转账、门禁和你发来的文件全部交给法务。泄密赔偿有多少，你可以自己算。贺董，小浩不懂事，您别吓他。我给你1晚上时间考虑。不就签个字吗？贺总说不追究，你还犹豫什么？他只是嘴上说，声明里一个字都没写。人家那么大的董事还能骗你？真想保我，为什么要我承认全是自己干的？先把眼前这关过了，你得罪他，沈念又不会管你。我明天去问清楚，他肯把不追究写进协议，我就签。你别跟人家谈条件，把他惹急了怎么办？什么都没有，我不敢签。签吧，董事会钱交给我。你答应不追究我，能不能也写进去？这是公司调查，不是跟你做交易。那我签完，赔偿算谁的？声明写得很清楚，谁做的谁承担。所以不管我签不签，你都准备把责任推给我。你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。声明留下，人可以走了。我回去再看一遍，下午给你。中午12点前。领口、腰线和暗扣都拍清楚，事成后再给你1万。既然你有这个，更不能惹他。签完以后拿语音跟他换个保证。他连文字都不肯留，会给我保证？那也比跟他翻脸强。妈，你总让我听话，现在要赔钱，要坐牢了，你们还是只会让我听话。妈都是为你好，真为我好，就该让我认自己做过的，不是替别人把一辈子赔进去。这些语音是我当初怕他不给尾款，偷偷备份的。你现在交出来，是因为知道他要拿你顶罪。是，我没那么高尚，我只是终于知道，没人会替我收拾后果。那就从这次开始自己收拾。既然证据对我不利，那就先让归念停下来。下午就要送审，现在停项，全白做了。版权争议没查清，谁敢继续，谁承担损失。证据正在公证，现在停项不是避险，是拖死项目。如果你不能在今天之内证明版权，项目取消，你接受经营资格审查。好，如果我证明了，也请你解释，设计为什么会落到许川手里。先保住你自己再说吧。聊天记录能证明泄密，却不能确认发送的就是争议设计。没有接收端原文件，证据链还差最后一环。领口、腰线和暗扣都拍清楚。他点名的3个位置，只有第3版同时存在。许川发布的也是这3个细节，实物、指令和泄露图一致，证据链成立。还剩12分钟，回公司。时间到了，取消归念。原始设计、工序签、泄密指令全部闭环，归念才是被抄袭方。核心设计流出就是你的失职。泄密者我找到了，漏洞我堵住了，该解释的是下指令的人。领口、腰线和暗扣都拍清楚。来源不明的录音也配给我定罪？是否定罪由司法机关判断，但足以支持项目复工。贺董，停项通知是你下的，现在证据齐了，请你亲自恢复权限。怎么，刚才要停项目的时候那么果断，现在不敢了？项目复工，但质量事故、停产、泄密接连发生。我提议3日后召开临时董事会，表决沈念的经营资格。你拦不住项目，就想换掉做项目的人。董事会只看结果，3天后你最好还能这么硬气。质量召回，生产停摆，设计泄密，归念还没上市，已经投入800多万。公证只能证明文件存在，不能代替法院判决。版权争议一旦反复，这笔损失谁来担？这份报告少了1页，820万里，500万是原定生产预算，200万用于召回和赔付，120万用于设备整改。账目核对无误，不召回，投诉会继续；不整改，下一批还会出问题。贺董把止损的钱算成我的亏损，是想救公司，还是想吓股东？钱花出去了，结果呢？问题产品全部召回，复检合格，4家备用供应商签约，归念预约量是上季新品的3倍。这些数据经过核认吗？检测机构、客户和平台后台都可以当场复核。数据再漂亮，
也掩盖不了核心设计从你亲弟弟手里泄露。一个连自己团队都管不住的人，凭什么继续经营？沈浩做错了，他会承担责任，一句承担就够了。他是你弟弟，谁知道这份证词是不是你们商量好的？如果我要包庇他，这些证据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里。你是在拿大义灭亲给自己狡辩？我不需要狡辩，我只知道真正没资格经营公司的是出了事只会封口、删记录、找替罪羊的人。沈念，你是在歪曲事实。够了，现在表决，支持沈念继续负责归念的，请举手。2票，2比2。陈总监，你是董事会授权代表，最后一票该你了。你投沈念，项目今后所有损失你和他共同承担；你不投，他今天就离开公司。不用替我选，按你认为对公司最好的。我申请回避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与沈念存在利益关联，无论投哪一边，这个结果都会被质疑。表决已经开始，你没有资格临时改规则。公司章程第10条，关联方可以申请回避，并启动独立审查。我投他，你会说他靠关系；我按程序回避，你又怕他靠数据赢。我怕的是公司陪你们冒险。那就审，项目成本、版权证据、预约数据全部公开。审查组由2名独立股东和财务组成，3日内给出结论。3天后，我用结果说话。预约量一夜暴涨40%，其中不少账号没有付款记录。我怀疑沈念用虚假预约骗取经营权。沈念，你怎么解释？预约阶段本来就不付款，但账号是否真实可以查手机号、浏览轨迹和验证码，这些也能买。所以我请平台做了独立核验。异常账号已剔除，有效预约仍为上季新品的2.6倍，流量来源正常，版权证据完整，资金用途合理，有效预约达标。同意沈念继续经营，并恢复归念全部权限。一次审查而已，别高兴得太早。我当然不会，公司还有很多烂账要查。这次是你自己赢的，谢谢你没替我投那一票。我要留下，就得让所有人闭嘴。沈总，竞品提前发布了，他们不止投款，还抢在我们前面定了价格。通知团队，预售不推迟。可现在上线，口碑会崩盘的。真金不怕火烂，让这把火烧起来，知道谁真谁假。对方价格只有我们的1半，预售还没开，客户群已经在转发了。沈总，打8折，至少能稳住第一波订单。不降，可对方已经劫走。这块缎面从蚕丝到织造，经7道工序，它能卖1半价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价格可以低，标准不能跟着低。那就让顾客自己看。这是我们的面料成本，每1分钱花在哪儿，我摊给你们看。溯源页面上线，每件衣服扫码可查全部工序。我们不比价格，我们要让顾客知道，他花的每1分钱都值得。预售开启第1个小时，在涨，一直在涨。不好了，沈总，贺董向媒体曝光了。模特公司发来补充协议，要求临时追加高额保障条款，追加保险险，外加出厂费翻倍，白纸黑字。马上就要开厂了，你们现在反悔？有人质疑你们产品没过专业审核，是你们违约在先。哪一条审核没过，请列出来。我不管审没审，模特公司要规避风险。合同已签，我们拒绝临时加价。那就别怪我了，所有人撤。还有40分钟开场，观众已经入座了。只要我们的衣服没问题，就还有办法。你想怎么做？今天来的顾客有多少人提前试穿过我们的衣服？预售名单里有23位到场，跟我来。各位，今天的发布会我们没有专业的模特，归念系列本意就是送给普通女性的礼物。今天我们现场征集模特，不限身材相貌，各位有想尝试的吗？我去跳流程。师傅，我听见了，量尺寸吧。都改好了。我现在后悔，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但都走到这里了，不如出去看看台下会不会为你鼓掌。音乐顺序全部打算，早位从双排改单人通道，每人停留加10秒。肩宽2公分，收。我从没穿过这么合身的衣服。衣服该将就人。
姑娘，我都63了，走出去不会被笑话吧？您今天最漂亮了，谁笑谁没见识。没有超模的步伐，却有活人的光。可惜了，顾总没能看到这一幕。但他的女儿替他做到了。恭喜，卖得不错。可惜，归念的版权早已属于我。你什么意思？别急，明天会上件。不过我提醒一句，版权不在你手里，今晚的订单你1分钱也别想动。通知周律师。今晚就调顾老师所有版权登记原件。我去。在场确认，因版权归属存疑，归念全系列暂缓结算，货款冻结至争议解决。应该的，免得有人卷钱跑了。打开，白纸黑字，顾老师亲笔。你母亲生前就把版权给了我。周律师，原始登记档呢？版权局备案原件，全球人一栏，顾青兰，从未变更。那是他还没来得及办手续，授权书在先，登记只是流程问题。那我们就看看这份授权书本身。何姐，顾老师生前的行政秘书，他保存了所有经手文件的扫描备份。一个离职员工的复印件能说明什么？贺董，这是我经手那份授权书时的原始扫描。扫描间的装订孔是3孔，间距均匀。贺董这份2孔，位置偏移。正文被拆下来换过，首页签名是真的。后面的内容是后加的，装订孔能说明什么？换个文件盒重新打孔而已。原授权书正文是一份展览场地借用授权，共2页。贺董提交的版本正文变成了设计版权转让3页，页数都对不上。顾老师当年签的是展览场地文件，我亲手扫描存档。签名页是真的，正文是你换的，首页借真签名，后面拼接伪造内容。你最清楚大家信任母亲的签名，所以才拿她的信任替你造假。我为这家公司做了20年，凭什么全都给你？顾青兰出事那年，公司账上只够发3个月工资，客户堵门，工人等薪，是我抵了房子把钱垫上。最难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劝我关门，是我一家家跑客户，一晚只睡2个小时，才保住念归堂这块牌子。可你一回来，他们只记得你姓顾。我熬了20年，最后还是个替别人守家业的。所以你就把母亲的签名变成抢走版权的工具，这些是我应得的。那造假呢？2006年，公司断供，是贺董丈夫的厂先送布，半年没收货款。那次确实救了公司。听见了吗？没有我，哪有今天？可3年后，公司已经盈利。这家厂的供货价却高出市场2成，后来又变成3成。云锦纺、恒源纺织、曼和贸易都与你或家人有关，而且从未向董事会批立。我替公司担过风险，多拿一点怎么了？第一次是救急，后来呢？公司欠我的，所以你从拿一点补偿变成觉得整家公司都该是你的。贺总，当年是你扶我开启作坊，我一直念你的情。报价再低也给念归堂现供货，可去年你一句话就把订单转给自己人，我备好的布全烂在仓库。公司要控制供应链，我没有选择。你有，你只是选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个。我今天不是来逼你，我就想问，当年那个为了工人工资四处求人的贺总去哪儿了？人不能一辈子只讲情分。可也不能有了权就不讲良心。
左边是你20年应得的薪酬、分红和奖金，右边是关联交易、供应商损失和伪造版权的责任。你想用几张纸打发我？功劳不会抹掉，错也不能拿功劳抵。如果没有我，你连回来争的机会都没有。正因为你救过他，才更不该亲手毁了他。明天之前交出完整账目，你还可以从头来过。如果我不交呢？司法审计会接手，到时就不是辞职和追偿这么简单。我即日起辞去念归堂全部职务，接受审计和追责。贺董，你为公司做了20年，要不要再考虑？不，这个地方有我太多的执念。相关权限即刻移交。别以为赢了我就能坐稳，权力最能蛊惑人心。我会记住。关联交易差额217万，伪造授权直接损失43万，依法追责。公司也会结清你任职期间的合法薪酬和分红。你还真是跟顾青兰一个样。念归堂是你和我母亲一手做出来的，按理来说，我该叫你一声贺姨。这是顾青兰当年留下的，里面是什么？你和她失散内伪的安置记录，还有她后来25年的寻人档案。我欠公司的账交完了，欠你母亲的，我现在还。凌晨2点17分，王秀兰带你登记入住；2点47分，她擅自带你离开。我母亲什么时候赶到的？3点06分。顾老师赶到时，你的名字已经被划掉。他在安置点找到天亮，之后报警、登报、委托调查公司。他找了你25年，直到去世都没有停止。19分钟，让我和他错过了整整25年。第7年，调查公司查到王秀兰所在社区，工作人员拿着你的照片上门，他说没见过这个孩子。所以他看着我母亲找我，还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我当面问他到底为什么。火灾那晚，你为什么带我离开安置点？什么安置点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的名字，你的笔记，我不会认错。第7年，寻人启事贴到家门口，社区上门问你，你说不认识我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当时……第7年不说，第10年不说，第20年还不说。我的亲生母亲找了我25年，你就瞒了25年。我那时候穷，你又一直哭，我怕把你留下没人照顾啊。工作人员拿着照片上门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说不认识？我养了你7年，你已经叫我妈了，我怎么舍得把你送走？舍不得我，还是舍不得家里那个免费带孩子、做家务，长大还能拿钱补贴沈浩的人？念念，你不能这么说嘛！我再偏心也把你养大了。你养我，所以我的嫁妆该给沈浩；你养我，所以我的房子也该给他。现在你还想拿养大我抵掉我亲生母亲的25年？我怕坐牢，怕别人说我拐孩子，我也怕你回去了，顾家会追责。终于说直话了，你怕的从来不是我过得好不好，是你会失去什么。妈错了，我养你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每一天都有机会告诉我真相，可你每天醒来，都重新选择骗我一次。我以前以为偏心已经是你对我最狠的事，现在才知道，你连我回到亲生母亲身边的机会都偷走了。你别叫我，这个名字是我妈妈留给我的。这不是我姐吗？寻找爱女顾念，顾念是谁？多少年前的破纸了，你别管。照片是我姐，我能不管？妈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姐到底是谁的孩子？她3岁那年走丢了，是我从安置点抱回来的。所以，她根本不是我亲姐。人家都找上门了，你还带着我们搬家？我那时候害怕，我想着躲几天，等风声过去再把她送回去。这一躲就是25年，一天拖一天，我后来哪还敢说？你不敢，就让她一辈子不知道亲妈是谁。我也养了她这么多年，我没让她饿死。你养她，是因为她能干活、能挣钱，还能替我收拾烂摊子。以前我混账，觉得亲姐姐让着弟弟天经地义，现在我才知道，咱们连她的人生都占了。不能放，他知道这些就会把我送进去。那也是你自己做的。我是你妈，正因为你是我妈，
我才不能看见你接着错下去。明天下午律师事务所见。浩浩，你这是要逼死妈呀！不是我逼你，是这笔账早就该算了。带走沈念，搬离原住处，否认社区核查，这些都是你亲笔写的。是，我认。昨天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怕你知道以后再也不认我。你怕失去我，就先让我和亲生母亲分离25年。王秀兰，这不是舍不得，是自私。30万元按月偿还。另外，身世材料已经同步提交警方，是否追责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，不是签份还款协议就能算了。钱有我的份儿，我一起还。你拿什么还？我去找工作，以前欠下的总不能还让你替我兜着。我不听保证，只看行动。毕业以后空了3年，这3年干什么了？没正经上班，靠家里养。销售要有经验，你不合适。办公室文员要熟练用表格，还得有2年经验，你会吗？基础的会，我可以学。公司不是培训班，后面还有人，别耽误时间。夜班搬运，试用期3200，能干吗？能。先别答应的痛快，一天搬几百箱，干不满1个月的人多了。您肯让我试，我就干。谁弄的？我推得太快了，外包装坏了4件，得扣钱。好，明天早点来，先学会怎么过地坎。你手上的泡还没好，留点钱买药。沈念现在不缺这1000，他缺不缺，跟咱们该不该还有关系吗？以前你总说他有钱，让他多出点没什么，我听惯了，也真把他的钱当自己的。妈是想让你过得轻松点儿。你让我轻松了，苦的全是他。一期1800，第1期，心里好受点了吗？没有，1800买不回25年。那就别逼自己马上放下。你不劝我原谅？原不原谅是你的事，我只管提醒你10点还有会，早饭得吃。沈总，张磊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有些旧账也该翻篇了。对不起，那时候一听30万没了，我连怎么回事都没问，张口就说退婚。你今天来是想做什么？就是来认个错，你不原谅我也正常。道歉我收下了。以后照顾好自己。你不好奇我和他都说了什么？有点好奇，但你想说我就听，不想说我不问。他来道歉，听完没多痛快，就是觉得这事儿总算翻篇了。那就行，旧账翻完才好忙新的。你什么时候做的？你忙家里那些事的时候，方案我先做了，去不去你说了算。真去外地开店，至少半年内我都顾不上你。那就先顾事业。那你呢？一直这么陪我忙，不嫌亏？我也在做自己的事儿，顺便陪喜欢的人吃盒饭，不亏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没工作，天天等你召见。陈总监，你安慰人的方式挺气人。管用就行。如果1个月卖不出去，现金流会被压住。现在有2个方案：撤回总部，损失运费，或者绕开商场，做7天城市快闪，但场地、人流都要从零找。既然进不了商场，我们就让顾客来找我们。7天，够吗？先干起来。 7天后消防复审，过不了，活动取消，定金不退。设备商临时反悔，8成是他打过招呼。不用搭成商场，把这里原来的样子留下。商场不让进，咱们就在这儿开门。地方旧没关系，得让人愿意来。出口宽度不足，复审不过，不能开放。开幕只剩4天，现在施工来不及。撤掉固定展墙，所有展架装轮子，东侧全部腾空。 展示面积会缩减1半，展品数量可以缩减，但安全相关的硬性标准不能降低。我对接可调式配套设施，今晚我们重新梳理方案。不用你一个人承担，今晚全体同事一起调整完善。
一根木刺而已，先干活。手给我，少撑这2分钟墙，活也跑不了。以前一出事，我就怕别人靠不住，只能自己顶。那以后缺人就叫我。现在签还来得及止损。按原计划，邀请附近社区的女性免费试穿，不设消费门槛。7天库存，第1天就没了。按计划补货，但质量一定要达标，按标准合作条款发过去，不接受任何特殊条件。林启泰封了3家商场，反倒替我们把声望打出来了。不是咱们运气好，是这批顾客真愿意穿我们的衣服。这是好事儿。衣服还没问2句，倒先把我的家事写成标题了。这个故事一放出去，关注度肯定高，终审也更有优势。设计我可以讲，但我的家事不拿来做宣传。这叫情感共鸣，观众先被故事打动，才会看产品。要是衣服非得配上这段惨事才有人看，那说明衣服还不够好。拒绝专题，核心展位和宣传资源都会给别人。角落就角落，这个专题我不做。展位怎么调，资源怎么减，麻烦发正式邮件。没有流量入口，再好的衣服也没人看。没人经过，咱们就想办法把人留下。不同年龄、不同身形，每个人说一处真正需要。展位不做苦难故事墙，改成试穿和现场微调，让评委亲眼看衣服怎么服务人。航程那些顾客的反馈都拿到授权了，我来整理，你改设计说明。今晚又得加班。先吃饭，你手上的伤还没好，别又饿着加班。我一直以为是我不配穿好看的衣服。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以前那些衣服根本没按真实身材做。你为什么不用创始人许女的故事？那更容易传播。我母亲受过的苦，不该被拿来营销。她的设计理念才是我真正想讲的。顾老师看见，一定高兴。事实证明，你的坚持是对的。专题标题我们也撤了。好的作品不需要苦难为它复制。这是你应得的荣誉。他今天这么高兴，咱们还是别往跟前凑了，就远远看一眼。票都自己买了，不麻烦他。他小时候趴桌上画衣服，我还骂他不干正事儿。我还撕过他的画折飞机。不亲手给姐姐吗？不了，今天是你姐姐的好日子。你想她原谅吗？想啊，但我们犯下的错不值得她原谅。走吧，今天别让她看见咱们又难受。需要我陪你过去吗？不，我还没准备好面对他们。好，那就先不去。今天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一直在背后支持我，也谢谢你尊重我的每一个选择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我一直都在。那陈总监要不要和我约个会？我的荣幸，沈总。3个月后，航城第2家店，我想缓1个月。沈总这回怎么舍得休息了？因为有人天天念叨，别把自己累坏。看来我说话还是有点用。你坐，想吃什么？姐，你能来，我们挺意外的。念念，我今天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单纯想和你吃顿饭。但我也不想以后每次想起你们，心里只剩下恨。今天先吃饭，别的慢慢来。好，慢慢来。你愿意坐这儿就已经够了。这个汤里有香菜，你要是不想喝，就换一个。不用，挑出来就行。这4个月都按时转了，仓库上个月让我当组长，多了300块。工作还习惯吗？累是累，但挣得踏实。那就好。你小时候爱吃这个，不想吃就放着。味道还行，下次别点这么多，3个人吃不完。还好吗？谈不上和好，但我不会再被他们左右了。那就够了。下午没工作吧？没有。陪我去看看家具，我家里还缺张餐桌。好。陈总监，你的执行能力呢？说明书画的有问题，要不找师傅。少赖说明书。沈念，
这半年我想过很多花样，最后还是觉得直接问最好。沈念，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？书架都能装反，我确实得看着你点。你答应了？答应了。下个月结婚，你们愿意就来。好，我就坐下面，不给你添麻烦。姐，有需要我干的活吗？不用。王秀兰和沈浩连续还款，没有逾期。赫曼的关联交易返还也按季度执行。这是顾老师没做完的最后一版。他没能送我出嫁，他没赶上，可他留下的衣服见证了你的婚礼。进来吧。念念，你今天特别美。他没能看见我长大，可今天穿着这件衣服，我就觉得他还在。准备好了吗？走吧，别让大家等急了。妈，姐今天很高兴。往后咱们少给他添事。我生完孩子后，第一次觉得镜子里的自己也很好看。你本来就好看。数据出来了，挺好。不过你说过开场前不聊这个。记性不错，陈总。沈总，请。一起吧。这是你的品牌。是我们的品牌。我守住了母亲的心血，也终于学会为自己而活。